还好主上阵法开启及时，若是再晚一步，白姑娘就将传音符放出去了。她的能耐果然不小，灵珠已被我全然封锁，她竟还有办法从我眼皮底下解了这封印。瑶瑶，我无意伤你，你休要再闹了。贪狼噬运，扭转乾坤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好，那我就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今天，我就要用你布下的法阵来降服你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娘子，相公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不过这是什么？万象令。相公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毒发得这么快？什么毒？我们走。住手！不行，赶紧把万象令夺回来！追！相公，天帝，参见天帝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没想到我修行尚浅，还能有幸看到天帝。怎么，你如今舍得出来了？天帝不是一贯风姿超然，怎么也会暗中出手，卑鄙行事，强行夺取万象令？当日我留有一线希望，以为你能统领妖族，一改三界交战困局。现在看来，是我低估了你的野心，更高看了你的胸襟。此处无人，你又何必惺惺作态？我之野心，拜你所赐；我之胸襟，不知高过你1000倍100倍。你说的不错，若当日我不是存了一己之私，也不会放任你将妖族荼毒致死，更不至于令各族卷入困局，天下苍生遭难。哼！若大哥真觉得有愧于苍生，何不将这天地之位让出来？我有今日，也是拜大哥所赐。你亏欠我的，我给你个机会弥补。若大哥替我死了，我顶了这天地之位，岂不更好？展荒，你心心念念的不过如此吗？我这天地之位不做又有何难？只是我绝不会将三界的命脉交到你的手上。我所求，从来都是我自己应得的，不需要你虚情假意。万象令我已给了白夭夭，如今的你不会是我对手。展荒，妖族已不再听命于你，你还是与我回仙界，受仙祖责罚吧。笑话！我平生从未束手就擒，
万象令不用又如何？我这勾陈之术，你可抵挡得住？娘子，娘子，相公，你醒了，来，起来把这药吃了吧。慢点儿，靠在这儿。都凉了。娘子，让我好好看看你吧。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就是这样照顾自己的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倒是将自己照顾得很好。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我夜夜担惊受怕，我生怕你会受到责罚。我不知道几时才能跟你见面。相公，我们这一生一世再也不要分开了。那日，我眼睁睁看着你被他带走，心中之痛，我此生再也不想经受了。眼下，你有万象令在身，仙族、妖族都会来为难你。娘子，难道你不怕吗？你我千年都走过来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原是我过了莲火，跟其他的妖不同，方得到这个万象令。可见这些事情，天帝早就安排好了。这其中的厉害，你不明白。此事绝对不能外传。我明日就去九重天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将你身上这个东西除掉。明日？你现在体内的毒性颇多，你明日去九重天，难道又要让我担心吗？我若不去，担心的人便是我。夫妻之间，你总不能这么自私吧？三君，白娘娘，山君，白娘娘，白娘娘，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还能看到你们，真的实在太开心了。多亏了许相公，他多番救助我们，正是因为他当初捏的那些塑像，我们才能再见面的呀。好呀，就记得他的好。我跟小白可是拼了命的去救你们的。也是王母娘娘慈悲，我们才能有了生机啊。如今你们现在都是半妖半仙的根骨，实在是有了大造化了。那我们以后修炼岂不会快了许多？那可不呢，我还想有朝一日咱们也能位列仙班，再吃一次蟠桃呢。对。所以啊，你们要好好修炼，不能辜负我们一片苦心。是山君。经历过这次仙妖一战之后，芸芸众生苦不堪言，你们能因此复活，真是一桩美事。正是如此，虽然经历了种种，可是咱们大家终于聚到一起了。山君和白娘娘的大恩大德，小的们没齿难忘。你们说是不是呀？
是啊，不吃难忘。你呀，每回都用尽手段逼我现身。天帝自人间归来，一连数日不出，许宣也没有办法。此番斩荒将我困住，我是燃了精元方才脱身的，难道不应该好好休养吗？许宣有罪，不过天帝身为九重天之主，也是用尽手段，逼我娘子定了妖帝之位。此番做法，未免太令人心寒了吧？你这罪名，我可担不起。让白夭夭走上这条路的人，难道不是你许宣吗？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行了吧，傻丫头，看了这么长时间，看够了吧？看不够。以后你可就是我们的妖帝了，我还不得多看看？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此事事关重大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哦，不对呀，小白，你还说我呢，许宣也不让你跟别人说呀，你还不是回来第一个告诉我了？相公不准我跟他一起去九重天，我还没有谢过天帝的救命之恩呢。九重天？哼，那个潇湘仙子要知道你成了妖帝，还不得气死？我倒想去九重天看看他气吐血的样子。哎，我何德何能啊？怎么能成为妖帝呢？待相公跟天帝讲明以后，自当为万象令另择良主啊。另择良主？你看我行吗？你，我看你啊，就是想在潇湘仙子面前逞威风吧？神君，白娘娘，不好了，我们听说有一众天兵要去沙蛟龙了，怎么办呀？若非昔日他为你脱离妖族，受了49道连火，如今这天地间也不会只有他一人能夺了这万象令。你说是不是？即便如此，那也是我们夫妻二人之间的事情。我身为七杀，愿为苍生牺牲，但娘子绝对不行。七杀阁，命中注定。你们三人生具慧根，本就比旁人修炼迅速，自然是要担些责任的。可你难道真的以为这天命是可以扭转的吗？大道无常，天眼万物，就凭你区区一人，难道就想扭转你这一生孤寡之命吗？许宣从未想过推辞这天命，可是娘子，她若没有嫁与你，留在骊山修炼1000载，如今未尝不可渡劫成仙。可偏偏与你成了亲，才有了如今这步天地。许宣，白夭夭的命，难道不是受你所累吗？迷途涉身，如今想要知返，太晚了。我许宣，此生从未做过后悔的事情。即便万难，我还是想再问一句：这世上是否有什么法子，可以去掉我娘子身上的万象令？眼下西湖正有一场战事，那是人间3界众生都可窥视之处。他若还想安稳度日，切不可将万象令露于人间。娘子在西湖，白夭夭，何必抵挡？凭你本事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今日神佛难挡，我必会杀了你。你这样做，岂不是置相公与龙族的约定于不顾？废话少说。
这万象令之事，切不可叫别人知道了去。你怎么会有万象令？长皇呢？他如今在哪儿？若此番动手，你要面对的不单是整个妖族，为保全黑蛟的周全，四海龙族也会站在我身后，大战一起，便会死伤无数。仙子莫非要成为千古罪人吗？我的功过自有九重天评定，还轮不到你这条白蛇在此大放厥词。杀！小白！相公，娘子，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怎么又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了？小香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天下人无论谁敢伤他半分，我绝不轻饶。天地纵容白夭夭，从我手中盗走了万象令。如今这事已经传遍了三界，我倒要看看他天帝如何坐稳这个位置，也想看看这许宣该如何护得下他。如今你已经没有了万象令，哼！天下的妖族，谁还会听命于你？倒不如你臣服于我。哼！天下人都知道我失了万象令。可只有你这个蠢货会来试探，你知不知道？就算是没了控制你们的法子，可我还是斩荒了。主上，与其杀了他，倒不如以他为引子，看看究竟还有多少人起了反心。不必了。这天下间的妖族，想杀我的多了，可还没有谁能有这个本事。那不如把他交由我的手上，我这里有很多幻术的法子，若是一一用在他的身上，说不定能探得白夭夭的下落。我又何必要去找他呢？他们自会来找我。如今这破军阁在我身上，许宣必定会来取，而你就是无用之人。我已不是妖帝，又何须护下这种不忠不义之人？徒儿不应擅专，将万象令之事隐瞒下来。你平日行事，向来有自己的规矩，这次又是为何呢？徒儿有愧，本是为了提防如今局面，才想暂时隐而不发。但没有想到，西湖那场冲突，还是将娘子推在了三界面前。起来吧。谢师父。此事也不能怪你。天帝如此暗中安排，
自有他的用意。若真想让众仙家知道白夭夭是新的妖帝，你一个人也瞒不住的。但是你应当明白，覆水难收。自此，白夭夭所行之路，更不是你我可以干涉的。徒儿明白，只希望师父可以看在徒儿的份上，不要再为难他了。三界有法则之力，为师不会干涉的。可是这九重天也有自己的规矩，你屡次冒犯天地之罪，为师也无法替你开脱。我早就承诺过，自会领罚。徒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待你将命格之事处理之后，你自取天地之极，斩断情念，封印五感，化作擎天之石1000年，以抵你罪过。谢师父。1000年时间虽然长，但不会害你的性命，这也是你该受的。我们作为先祖，受众生的膜拜，就应该时时刻刻心怀苍生，这是道。你和白夭夭的情，为师劝阻过。虽然你们现在已经结为夫妻了，师父能做的，也只能是祝福了。但从今往后，你行事之前，谨记师父今日所言。师父放心，许宣初衷未改，此生不会相负苍生，相负天下。我一门心思修仙，不为外物，指望替九重天造福天下苍生。天帝有命，速将饕餮押解送往锁妖塔。追！娘子，怎么样？天帝可有责罚于你？那倒没有，只是问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。这万象令何去何从？你们可拿出主意了？咱们且住上几日，过后我再同师父商议吧。嗯。师父，眼下唐的事情都容后再议。饕餮逃了，饕餮如今唯一的牵挂，便是他父往之时。依我看，饕餮此次逃脱，也未必是要与九重天为敌。师父你放心，我即刻告知饕餮我在九溪山，他定会来寻我，将龙王临终前的事情问个清楚明白。相公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我要陪着你。好。只要活着，就还有机会。这道理你不会不明白。既如此，你还是执意要前去九溪山送死吗？
我拼尽全力杀出重围，不是为了求生，而是为了向许宣问个明白。我父王就这样身死道消泯然三界，身为人子，他活着的时候不能尽孝，如今总要将他带回东海吧？你明知是个局，却仍然要欣然相赴吗？是。你要寻死，便去吧，与我无关。等等，战荒，若咱们还有半分的情谊，你都应该帮我进入九溪山。也罢，你帮我办件事，我便送你进去。你让我见白夭夭一面。他来了。饕餮，我早就知道你会前来。我此番逃出，就没打算活着回到东海。与其等你们翻遍天下将我寻出来杀了，我倒不如亲自前来。你与我之间恩怨太深，几千年的纠葛。可我也敬你，你有自己的坚持，实属不易。我来，可不是听你夸奖我的。可你来，也不是向我们夫妻二人致歉的吧？我娘子从未做错过任何一件事情。在人间，你屡屡的为难她，数次想要她的性命，后又勾结妖帝，将她作为博弈的筹码。饕餮，你与我们夫妻二人仇怨太深。那我父亲呢？你要杀便杀，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我父王用龙珠换来的。我身为龙子，却被困锁妖塔，我还有何颜面活在天地之间？我这条命，你们要的话拿去便是，但我只求将我父王带回东海。我问你，他最后留下了什么？许宣，我问你，他最后留下了什么？且慢，白夭夭，你要与九重天为敌吗？诸位，我不是有意跟各位为敌的，只是为人子女，他就这么一个愿望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成全他的一片孝心。仙界自然有仙界的规矩，拿下！拜见青帝。师父，青帝，诸位天罡卫，请先行回去复命。至于饕餮一事，我自会向天帝做个交代。是。走。许宣，将龙王最后的东西交予他，你二人速将他押回东海，以成全龙王的体面。是，师父。谢青帝。糊涂！你简直是糊涂啊你！现在外面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纷纷，看你青帝是如何作为。你可倒好，不但让自己的徒弟护下那个白夭夭，还让那个饕餮将他父亲遗物带回。若不是当初九重天误把饕餮当作贪狼，我想到今日也绝不会落入如此田地。万事讲个因果，我无非是了结了这段姻缘罢了。你说的这些我岂是不知啊？我心中虽然还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愧疚，但是早已被他的所作所为磨得是一干二净啊。说起来也有半失之缘，你且放下心中的纠结，我看这个事情的结果还是不错的。虽只是半个徒弟，却能安享余生，如今只是苦了我的徒弟啊。他虽不说，我又岂能不知道呢？他那个身子，还不知挨到几时，恐怕连命都要保不住了。
龙珠续命，也渡不了我。看来我这条命也快到头了。你别怕，许宣答应我，一定会帮你夺回命歌的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口口声声说对你情深意重，可是你现在受的这些苦，我却不能帮你承受。你说过，让我离你远一点。不要再靠近你，这样也好，省得我又惹你生气。我这样望着你，不算是违反约定吧？这便是龙王的遗物。父王，我来带你回家了。千里路迢迢，咱们这一次回到东海，再也不上这九重天了。许宣，那日是不是你帮助我逃出瑶池禁地？我曾经答应了龙王，要给你一条生路，不让你再困于锁妖塔之中了。没想到父王临终前，最牵挂的不是龙族，而是我。如今东海疮痍满目，而我却苟且偷生。我回去又能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不愿求生，我只想龙族能够安享太平。父王的东海，龙族，我来替他守护。你这是何意？龙王宁愿牺牲自己，也要保全你的性命。难道你要让他失望吗？蛟龙玉洁，替我谢谢白夭夭。可我这个人，从来就没有后悔的习惯，也不会向人俯首称臣。至于你我之间之前的种种，我也不想道歉。这次是我将你保下的，只是天帝早已有了旨意。哼，来所便是，树在身上的桎梏算得了什么？如今这九溪山重兵重重，你放心，我定是逃不走。只是眼下，我想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斩荒在天帝手中吃了这样大的亏，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。
于情于理，他都会来找我。而如今妖族各部蠢蠢欲动，想从我手中夺走万象令，而我如今的身份又是妖帝，我该如何平衡仙族与妖族之间的仇怨呢？娘子，相公，今日读了什么书啊？难道有了学习的体悟？书上说，开天辟地时，气清上浮，故为天；气浊下沉，故为地。而大道出成，所以演化成了山川湖泊、万物生灵，各族感悟天地大道，从而开始吸取三界灵气，开始修行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就是道的伊始。所以就是说，仙族、龙族、人族、妖族，一开始是一同出现、一同修行的，那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其实，那日在山门的时候，我就想过这个问题。饕餮身为龙子，这一生行差不错，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龙族的身份。而我呢，虽然当时形势所迫，却轻易过了莲火，脱去了妖族的身份。你与饕餮的立场不同，本就不可相比。你虽然过了莲火，但心中却从未叛离妖族。身份如何，只不过是个形式罢了。可是造化弄人，如今我的身份却是妖帝。其实妖族有今天的局面，跟我脱不了干系。既然天意如此，那么两族之间的纷争，该是由我出面来平息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是担心我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是慌的，我也害怕。1000年前在九溪山，你捡到我，照顾我，教导我，我才步入了正道。而这一路以来，都是相国在照顾我。这样的风浪，我哪儿见过？不过现在想好了，既然万象令也到了我的手上，那我就扛起这份责任。我的小白真的长大了，那我们就一起陪着饕餮，将龙王送回龙宫吧。嗯。计划便是这样，到时候还希望你可以出手相助。你几时也要与我来这虚与委蛇的一套了？你放心，我自会将一切安排妥当的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现在也是深入空门之人，若是连生死都参不透，岂不辜负了众人之望？一切都照我说的去做。命格，我一定替你夺回来。你呀，只管顾好自己才是。我虽然失了破军，但身上还有修行之法在。对上妖帝，正好克着你。反倒是你，自成婚以来就疏于修炼，届时可别让我去救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已经不杀生了。1000年前，你一直追着我说要比试，只是我不愿意伤你罢了。怎么？如果你不相信我有这个本事的话，我倒不介意现在就跟你过几招。被你坑了那么多次，我也算总结出了一些经验。凡是你想做的，使尽阴谋诡计，也定有得逞。你呀，比那妖帝还要狡诈3分。小青去了明心湖，他一向自视甚高，就是缺了点脑子。今后你要多看着他点。你倒是闭目一坐，一下子把其他事情都交给我了，想得美啊！我这不是重伤未愈，
无法前去吗？我看你气息通畅，与他谈数个时辰都不是问题的。你修行的是普度众生之责，而我却是斩妖除魔之人。小青啊，只能由你来度化了，我可管不着。打开盒子吧，你只有活下去，才可以守住龙族。许宣，我将它与九溪山的灵脉相结，结合天地造化，细细温养。如今回到龙宫修炼，万年之后便能恢复。我不愿欠你们仙族人的情，我这条命，你拿去便是。可这万年若失去了你的庇护，你的父亲就会身陷险境。如今到了你反哺之时，你不应该为你父亲而活着吗？万年前，父王拉着我的手送我上九重天，我当时心中怨恨，恨他不懂我，恨他向九重天低头。如今万年过后，我却带着父王落叶归根，我方知他心中的苦楚。我这一生，功名利禄一样未成，忠孝仁义全然抛却。我有负父王对我的殷殷嘱托。如今，我还能为他做一件事情，也算是为龙族做一件事。你这是？他要逼出龙珠。父王，我不管你怎么看我这一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龙族。我犯下的种种罪孽，我一个人来承担，绝不会连累全族。昊天，你不能这样！你这样下去的话，必死无疑啊！饕餮，你已然被魔化，如何用龙珠救龙王啊？白夭夭，你能用万象令帮我净化龙珠？龙珠已逼出，再无退路。若我出手相助，至少能救龙王一命。我这一生欠你们夫妻二人的情已经太多了，也不在乎这一桩了吧？
逆子，你一生不服管教，我用龙珠换你生路，你为何偏偏不听我这一次啊？父王，我这一生都没按你的心愿，果然是一事无成，又何必在乎违逆你这一次？为父，不要你光耀龙族，只要你好好的活着。父王，临了，还要让你难过一场了。儿子生于此，葬于此，不算白活。饕餮！主上若是担忧，属下愿去东海一探。无妨，饕餮定会将我的消息传达过去。那小青还是日日都去那明仙湖吗？是。那想必他心里清楚，他爱之人时日不多了。既然他们已经去了东海，那我们也该动身了。他生前唯一的愿望，就是愿龙族安好。从今后，你就是妖族之主，三界中，谁敢为难于你，便是与龙族为敌。谢二位。许宣，我见过他了，他已经……你放心，我早已有了办法，只是需要你的帮忙。可是如今，我还能帮得上什么？若是让我看着他日日受苦，我是一刻也忍不了了。饕餮身死之时，却让小白得到了龙族的相助。如今，仙族就不会对小白随意出手了。我就可以安心的对付斩荒，夺回他的命格了。斩荒，你要跟斩荒对上了？迟早要一战，又何惧呢？你总说那人间的桃花林，可你不知，我也是与你去过那里的。那日你受伤昏倒，我在桃花树下为你医治。满目繁华，花叶纷乱，我心中便再无天下，恨不得与你厮守终生。只是那树，却是许宣所植。而后我走访了许多地方，竟找不到一处你所钟爱的胜景。此处虽比不上桃花林，可经我妖力滋养，也是繁华盛开。你又不是他，如何明白桃林之美？您说的不错，
虚度了几万年华，竟未发现繁花似锦也有这样一般绮丽之美。你费尽心思找我到这儿，不过就是为了让我来这儿赏花吧？可我费尽心思，却还是想不到，你竟然真这么轻易的来了。想必你是瞒着许宣，偷偷来见我的。难道你就不怕我夺了你身上的贪狼阁吗？相公怕我担心，可我何尝不知道他的苦衷？他为我安排筹划，使龙族成为我的后盾。可是他为了朋友，必定要夺回破军。而你呢，如今已成困兽之斗，绝对不会退缩。你们二人之间，必定会有一战。你说的不错，只是在你心中，我与他之间，谁会胜出呢？你若与我夫君为敌，我必会以身挡在你面前。我说了，这里的花都是我用妖力滋养生成，此处花林便是我的法阵。我今天宁愿一死，也不会将贪狼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一生所求之事，你从不曾给我，区区贪狼又如何？难道你以为我是在意的吗？若不在意，为何要对我动手？我骗你的事，你没有一桩看透。我真心相诉，你却句句怀疑。以往我当你是不懂，却原来你只是没将我放在心上。但也无妨，你我之间只要有一人倾心相待，毫无保留便够了。往后时光悠悠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，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。无论你是如何待我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要以自己的命格作为赌约，引长荒前来一战。兵行险招。人说成了家就定了性子，怎么你的鲁莽更胜当年？你就不怕你娘子知道吗？天帝已经定下对我的责罚了。这一战，若是活着，便要去天地之极，受罚1000年。1000年后，也不知能否再去前缘了。若是身死，也同样会让娘子伤心一场。胜与败，都没有必要让她知道，徒增伤情。
你几时知道的？隐藏的倒是挺深的啊！要你帮我瞒着才是啊！宿命轮回，天意无常，真是因果相报。千年前，你我二人联手封印蛟龙，那一败，竟是累积1000年。如今命定的纷争，原来注定要战。西湖一别，没想到再聚首时，还能一同为了这天下苍生而战。只是，你要与我一争高下的赌约，不知何时才能兑现了。总算在你眼中见到了不一样的神色。我说过，我这真心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如今你已身具破军、贪狼2种命格，又有万象令在手，3界之中，再无人能欺负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许仙在向我宣战，瑶瑶，我这就去应战，你只需在此等着就好了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拥倚栏杆，满院春寒。瑶瑶，此去一战，我们今生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主上，主上，想不到这结界做的倒是有些精巧。许仙，这一次我们不论成败，只论生死。主上，主上，他们可是有备而来，你切不可中了圈套啊！逆云，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，我这一生啊，太久了，我已然是厌倦了。恍然如梦20年，我散尽元神，重塑肉身，问鼎昆仑。我呀，已经不想再花个千年万年的时间再去谋划。我说过，终此一生，为求快意。主上，主上还未英雄迟暮，何故作此言论？若是主上此去身死，逆云愿再为主上守上1000年，
等您回来，我已替你们除尽了身上的妖气。3界之中，你们大可隐于凡间，也绝不会有人能寻到你们。属下心意已决，只愿与主上共生死。我这一生，从没有人在乎过我的生死，没想到到了最后，只有你们。逆云，若是换成个娇滴滴的美人儿，或许能把我拦上一拦。你呀，还是过你的日子去吧。蝶蛮谢主上为我们安排后路。时候不早了，快离开吧。迟了，怕是就难了。主上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命令。逆云，我要你自此以后平淡从容，3界隐身。主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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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上。